兩公婆一齊做嘢會唔會嘈？係會嘅。我頂唔順，因為每一個人唔係覺得嗰樣嘢一定好。好，你開始埋怨我啦，我先知你學咗沖咖啡，你仲識點去整個貴包咁犀利嘅 Nash Love Orange， 可以俾人哋睇到嘅，好唔好意思㗎？即係隱瞞佢啦嚇。點解要隱瞞呢？係因為佢驚我覺得貴，成日嗰個使錢。陳慧甜嗎？歡迎收聽陳慧甜嗎？我是 Orange 陳慧甜。喜歡喝咖啡又想要聽愛情故事的朋友，一定要收聽這一集哦。好了，這樣講有點惡心，但是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這次的喜悅。今天我的嘉賓就是我老公 Nash Lee 雷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Nash Lee。提醒一下大家，因為這一集呢也是會華語還有廣東話參半，所以如果不會廣東話的朋友沒關係，可以上到 YouTube， 然後呢就點開這個 CC Subtitle 來看就 OK 了。然後今天呢就想問一下我們的雷生啊，點解呢從一個 photographer， 從一個 retoucher， 點解會變成一個整咖啡嘅人呢？因為你知道他現在呢就是很會沖咖啡，然後也很會烘豆，然後我們甚至有了自己的 Nash Lee Roastery。 歡迎嚟到。係啊，今日我哋嘅環境係唔同噶。傳說就係啱啱認識我嘅老婆，即係以前嘅女朋友嘅時候，咁因為佢中意飲咖啡，跟住就變咗我中意飲咖啡。但係嗰個 detail 咧就係剛剛認識佢嘅時候，咁佢就即係佢好中意飲咖啡啦。咁佢就問我一個問題，就係話：你平時有冇飲咖啡啊？我話都有嘅，因為我諗住返工嘅時候有邊個唔飲咖啡？跟住然後飲咖啡嘅時候，我仲覺得我比其他人飲得好高尚嘅啫，因為我覺得我中意飲嗰隻叫 Hazelnut Latte 有名啊嘛，諗住叫得出名嘅應該都係榛果咖啡，OK Hazelnut Latte。然後我聽了之後呢，我就想Hazelnut Latte 啊，有個迷之微笑嘅。那應該也不是真的很愛喝咖啡的人啊。我這個是純粹自己的想法哦。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說，我很會喝咖啡，但我也喜歡Hazelnut Latte。OK， 好啦，不要這麼敏感。OK， 我這是個人的想法，因為相信很多朋友有聽過一句，就是 Once you go black， 就是 BLACK。You cannot turn back， 因為喜歡喝了那個黑咖啡之後呢，你就會開始會欣賞那個黑咖啡它的那種香氣啊等等，你可能就沒有辦法回到喝奶咖啡的那個境界，這樣子啦哈。所以我才會聽到他說他喜歡喝 Hazelnut Latte 的時候，我就說應該就是沒有很 into 那咖啡的世界吧，這是我當時的疑惑啦。但係佢當時咧就雖然心裏面係咁諗啦，但係佢個表達出嚟就冇咁明顯嘅，佢淨係迷之微笑咗之後佢咁你應該係都唔係好常飲喎，類似係呢個咁嘅意思啦。跟住我就都聽唔得好明嘅可能真係唔係好想，佢真係飲好多可能一日飲10杯啊5杯啊，冇咁誇張啦。跟住去到後期嘅時候，係因為佢好想成日 outstation， 好想經常飲到好咖啡，跟住由呢個契機開始咧，就先至 into 落個咖啡度。你應該會覺得好神奇嚇，咖啡雪龍村賣好多咩？係而家好多，但係幾年前冇咁多嘅。然之後合自己口味嘅咖啡，其實都你需要去玩嘅嘛，你需要去找的。所以我想要找到一個自己口味的咖啡，喜歡的口味的咖啡。那時候我就覺得，有一點鹹啦，就覺得如果我可以常常喝到，不就好嗎？這樣子，然後我自己又不會弄咧。因為當時佢係成日 outstation 嘅，當時可能個精品咖啡嘅文化亦都冇而家咁蓬勃啦。馬來西亞當時都係發展緊嘅，咁第3波、第4波到啦。當時佢係可能有某幾間佢係中意飲嘅，咁我就會諗成日 outstation 又
每一次去到唔同地方，有冇可能翻去好遠咁樣去飲翻同一間咖啡店？跟住我諗不如去學咖啡咯。哦，就係咁嘅情況。當時都好多好神奇嘅，諗住學咖啡就係諗住學咖啡應該就係學點樣買咖啡機，然後入咖啡豆撳掣，佢自己會調溫度出嚟，就係一杯好咖啡。我開頭係咁諗嘅。好簡單嘅諗法啦。但係其實咧，佢係默默嘅去做呢件事啊，我係唔知嘅。我係後期嘅時候，佢整出個掛耳包嘅時候，我先知哦，你學咗沖咖啡你仲識點去整個掛耳包咁犀利嘅？我仲記得咧，你整個掛耳包俾我咧，個粉係特別多嘅，因為我中意飲姣啲嘅，舊啲嘅嘛。然之後咧，我仲記得嗰個封面，仲有好核突嘅，唔係好核突啦，就很肉麻咩 Nash Love Orange 咁嘅，你記得冇？嗰個然之後係可以俾人哋睇到嘅，好唔好意思㗎，就很不好意思，如果別人看到後，我會害羞的那種。幾古典下嘅個封面設計得。係啊，他就做了很多的掛耳包給我。其實一開始的時候，我就覺得蠻感動的。我記得我有把那個包裝袋收起來，如果找一找，還在我家。當時我記得係開頭學啦，我以為就係機器 OK 嘛，咁就先去朋友。就係烘焙，香港比較出名幾個烘焙，其中一個開頭係借佢機買咖啡豆先嘅開頭，咁然後借下嘅時候，跟住發覺，原來真係唔識嘅話，可以沖到好難飲嘅喎。係啊，係真係我真係沖到好難飲，我自己都唔覺得好飲。因為我係識飲啊，我沖都唔係好叻啫。係就發覺原來係有一門學問嘅喎。係啊，咁佢就去學識好多嘢啦，然之後咧。仲變成佢自己嘅興趣，真係冇諗到嘅喎。原本係為咗我去沖咖啡㗎嘛，然之後變成佢自己好中意嘅一件事。我仲記得咧，去香港嘅時候咧，佢自己租嘅個地方咧，原本你嘅嗰個台咧係唔俾人哋放嘢嘅，只可以放一幅畫，係佢自己影嘅嗰個畫，好 art 嘅畫，係同埋放一啲好簡單嘅佈置，因為我要好 clean 好 clean 好 clean。但係冇諗到咧，學咗咖啡之後咧，哇！嗰個台咧全部都係咖啡機啦、grinder 啦、咖啡粉啦，咩都有嘅。早期嘅時候，因為要學啦，咁跟住然後就去嘗試。我記得係同啲專業嘅人士學識咗先，然後就發覺原來有國際認證嘅牌嘅喎。Barista 當時係。SCA 未改版之前，即係再難考啲嘅嗰個 SCA。而家市面上 SCA 係已經改到相對容易咗。我唔記得 SCAA 定係邊個？容唔容易呢個都係好睇，好似睇人。唔係，佢係個 syllabus 改咗。因為有分歐洲版同埋美式版類似嘅。嗰時真係要請一個外國嘅老師嚟教。喺香港學呢個幾多錢？因為佢有分嘅。入門入門、中級 intermediate 同埋 professional。你考嘅係 professional？我係三個都考晒。OK， 幾多錢？我要知幾多錢。我先講少少先。佢先分為5 part 嘅，好似係5 part 嘅 barista、brewing、roasting、green， 即係種豆啦，同埋 tasting 咁樣，即係好似大概係分5 part。然後每一 part 都分3 part 嘅，就係個初學差唔多去瞓啊我，差唔多瞓啊我。中級同埋professional， 馬來西亞有 intermediate 嘅。如果要 professional， 好似都要請外國嘅。大家自己去玩啦，一定揾到嘅。我最主要價錢每一個啦入門係1000幾港紙，即係大概700幾溝馬幣啦。700、800咁700、800馬幣啦。中級係大概7000至9000。突然之間跳到咁遠啊！係啊，因為中級等於有牌，即係等於你可以識噶啦，等於係。哇！就4-5千咁解喎，馬幣3000幾4000咯，大概。然之後 professional 就一定過萬噶啦。咁貴㗎？如果烘焙啦，就17000幾度啦，差唔多。咁點解之後又變成去
學過烘焙咖啡豆嘅？嗱，因為你都識沖就好教噶嘛。開頭嘅時候就識沖，但係咧發覺有啲特別豆，佢有啲特別嘅 tasting look 嘅喎。然後就點解有啲烘焙又沖到，有啲烘焙沖唔到咧？然後我哋發覺，咦咁樣沖又得喎，跟住我就同個烘焙師去傾啦，一路傾一路傾，咁跟住然後就1kg 啦、2kg 啦、3kg 啦咁買喎。買熟豆喎，跟住然後就一包滿足唔到，跟住就買另外個莊園嘅，咁啊每一個莊園就買1kg 2kg。哇！咁真係嗰個薄嘅都有穿窿㗎喎，攞去銀包。因為每一次買熟豆，我知道點沖啦嘛，已經沖到嗰時已經沖到好熟啦，跟住然後就同佢商量咯，咁樣咁樣烘得喎。交流咗之後，我就知道原來係咁樣烘可以烘到呢隻草莓味喎，peach 味喎。跟住我知道咗之後，跟住話不如我考埋啦，因為見到佢嗰度有一個細細嘅烘焙機。你就同佢講，可唔可以買俾我？唔係，佢引誘我嘅。佢引誘。OK。哇！有烘焙機喎，自己翻去嗰個烘喎，跟住就落咗搭啦。就開始你嘅烘焙之路。說真的，剛才我不是說一開始是說一個愛情故事嗎？其實那愛情故事真的在很開始的時候，後面呢都變成我是那個契機，去讓他接觸到就是沖咖啡和烘咖啡這件事情。然後為什麼烘着它變成現在的這個事業呢？早期嘅時候即係隱瞞佢啦嘅時候，已經喺好短時間裏面換咗第二架，即係因為點解要隱瞞呢？係因為佢驚我講佢成日嗰個使錢咁啦。因為驚覺得貴。當時因為佢飲咖啡飲得好密下嘅，嗰陣時飲得好似密過而家添。係啊，之前真係好瘋狂。跟住就飲下烘下，跟住就遇到朋友成日上嚟飲咗。係我公司嘅人，然之後公司係又到有啲朋友想做少少生意嘅。然之後就覺得唔得啦，嗰個世界烘焙機唔可以啦，頂唔到噶啦。然之後就變成一個大機，就我哋後邊，因為我們現在是在 National Street 的烘焙室，我們後面就有一台比較大的機，這台機器是烘多少 kg？最多係3kg，但係一般係2kg 至1.5kg 嘅量去烘。然後當然啦，就是因為一開始我們是在家裡面烘，然後烘這東西我們真的很害怕別人會 complain 我們，畢竟我們是在烘的。你知道，如果你這樣子排氣的話，煙比較濃的話，其實我們也覺得會影響到別人，我們甚至覺得真的要被投訴的感覺，常常會自己你知道疑神疑鬼，很緊張這樣子，所以到最後我們覺得這樣子的精神壓力轟炸真的不行然後我們就講，不如我們就認真把它當成是一個事業。點解係我講？因為我講話比較快。因為其實都係一個好短時間嘅，烘咗一個提心吊膽嘅一個短時間裏面，跟住然後與其驚人投訴，不如就揾個地方啦，同埋開始嘅量又真係烘得越嚟越多嘅時候，真係怕如果即係佢又藝人啦，如果俾人投訴嘅話，好似又真係唔係咁方便，所以我哋就開始嘅時候呢，就揾咗 KL 嘅幾個地方。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呢，我們其實沒有找很多地方，但是如果你要便宜的地方，一定就是可能店屋的1樓或2樓或3樓，而且是比較舊式的。然後我們也沒有這麼多的時間去一間一間慢慢找，要加上我是急性子。我真的是有點被打喊了。然後有一天我們在找我們看到比較舊的地方，我們就覺得哎呦，你看裝修還要幫人家裝修嘞，而且吉隆坡的裝修價錢一定是比較貴的。我就說如果要整嘅話，不如整自己嘅，因為那時候剛好就在巴都巴哈這裡呢。其實我有一個店屋，就是爸爸留下來的。其實我們一向來都沒有再去理這個店屋，因為一直以來都是租給別人的，也不用我們操心這樣子。那麼剛巧就是1樓，就我們現在所在位置的租客，他退租了，就這麼巧退租可能1個月。然後因為我們租就要去找在 KL 的時候，我就很 fed up，我就覺得如果咧你可以揀巴都巴哈我哋就一定有地方噶啦。
即刻有地方啊！跟住佢就問咗我一個問題，佢講完嗰個即刻有地方，然後佢就好認真問啊，其實白杜巴克你得唔得㗎？跟住我就諗一諗，開頭我都未覺得得嘅，但係我思考咗之後，因為主要係佢媽子，如果我喺 KL 做工嘅時候，無論做到點順暢，無論做到點有趣，無論做到幾有 discipline 都，佢媽子都會擔心嘅。唉，阿番薯啊，因為佢媽子佢叫番薯 ，Nash 番薯，辣薯仔番薯啊，你要叫佢要揾份咩工啊，要做full time 啊或者點咁，因為其實我覺得係媽子嘅擔心係啊。咁但係咧我就會諗啊，如果可能我嚟咗白杜巴嘅話，可能佢媽子就會唔擔心，知你做緊咩，知我做咩，跟住就安心啲啦。咁然後同埋諗到就係，我其實嚟呢一度，我只需要克服一個問題，就係個駕駛同埋嗰個兩個地方嘅來回嘅問題就得。跟住然後我就諗，我究竟克唔克服到呢？當我諗克服到嘅時候，當刻就諗咗一陣，我就好啦。既然又可以，即係佢之前提到嘅嗰個裝修嘅問題，又真係自己裝修點解唔整自己嘅地方？跟住然後又易話為啲啦，因為始終佢哋屋企人咁樣，起碼叫做我有時想呢度我可唔可以整呢度有個架啊？如果唔係自己人嘅話，可能其他業主又話唔得，呢個位你唔可以轉下，你唔可以搞，你同我還原啊！死我都諗嘅，每一次租完屋之後。之前就係咁啊，租完屋之後你要還原翻嘅時候，租電屋有啲唔同啦，但係總之係錢嘅問題啦。總之就係自己搞得掂就 OK 啦。咁但係起碼叫做而家叫做解決咗個來回問題，我覺得 OK，跟住我就即刻答就好就翻去啦。其實真的很多人為我們擔心，他們說來回你知道就是從 KL 要去巴杜巴哈的話呢，差不多2個半小時到3個小時，有時候塞車怎麼辦？這樣來回會 OK 嗎？可是其實我很久以前我還有也不是很久以前啦，就幾個月前我還跟我的老姐妹說，到底有什麼工作是可以一直回巴杜的？我真的有講過這句話，我想不到這件事情就實現了，因為我其實想要把我回家的那個次數拉高一些，但是很多朋友又很擔心，這樣你的工作怎麼辦？他就問我，你不是要拍攝啊什麼的嗎？別擔心，我拍攝的時候我還是會在吉隆坡的，所以有 job 的話請繼續找我 ，OK？ 我好擔心大家以為我唔撈啦，劈炮唔撈啦，大家放心。有嘅，佢之前就算喺吉隆坡一直做嘢做到好多 job 嘅時候，佢一個月翻白杜巴克嘅次數都唔少。係我一有時間我就會翻白杜巴克㗎。就係因為咁樣，所以我先至諗橫掂佢真係翻得咁密，咁不如我就翻嚟空咁解啫。係，然後其實今天呢會特別選在今天錄這一段 podcast 呢，是因為我們今天就辦了一個儀式啦，就是有點像開張儀式，但是其實我們之前已經是開始做工了，只是就是有選到今天是好日子，所以就請來了我們的親戚朋友啊、家人啊，就在巴杜巴哈的啦，就讓他們來這邊踩一下，就有點像是興啊、on 啊、發啊的感覺，就希望我們可以生意興隆這樣子咯。大家興剛的感覺咯，有啲人氣旺一旺嘅感覺。沒錯，其實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就做好了這個烘焙室，差不多2個月吧，就從小裝修一直到可能把我們的那個烘焙機從吉隆坡運到來這邊。講真的算是一個很短時間做出的決定嘛，所以這2個月我們那個腦袋有點打結的感覺，因為你知道要從比較遠的地方把東西運過來，而且我也沒有試過，從來沒有試過有自己的這種小本生意。你不要說自己做專輯還是什麼，那個還算是比較熟練的，比起來啦，我真的這個做咖啡的東西真的是第一次嘛，所以很多東西要處理。就是可能要學習怎麼樣去做網站，雖然到現在還沒有做好，我不知道播出的時候會不會有一點頭緒啦。有了，會。對，但是你要把這一個烘焙室給弄出來，然後要
去搞定那个豆源啊等等的東西，都是一些蠻難的事情。好多嘢要解決啊！首先運輸嘅問題啦，頭先講嗰個駕駛嘅問題係開頭諗咋，後期我先發覺原來係體力嘅問題啊！我發覺要做 gym 啊嚟咗之後，因為有時我要拎豆，咁我發覺開頭幾 OK 啦，可以因為樓又係頂層啊嘛，最適合做烘焙啊，冇問題啦，呢個解決咗揸車我唔怕攰就得啦。點知原來唔怕攰都唔係個問題，有每一次30 kg、60 kg、90 kg 嘅豆要行樓梯，我忘記咗行樓梯，因為這邊沒有電梯啊。然後我搬過一次，我平時係搬一段好短嘅路，跟住然後都叫我平時做多一點那種上肌車療咯，然佢又唔聽。決定咗之後，跟住然後我有一個念頭就係、我要咁樣，我諗住吊機添啊！嗰時仲諗買個吊機啦，跟住最後算啦，諗下自己生意慳啲錢，所以要做運動啦。但是我發現呢，就是你在開始一件新的東西，雖然很多東西很不熟練，可是真的是會促使你去發掘很多新的東西。就比如說，我們就在網上呢，就找到一種那種 trolley 呢。那種 trolley 呢是可以爬樓梯的，不是說那種比較女孩子買菜那種爬樓梯的那種 trolley 啊，它真的是可以承重力可能到500斤、600斤的那種。我就看到有這種東西耶！平時如果不是要做這行的話，你是不會找到這些東西的。但係未試下，唔知道真係最後我睇個 review 係唔錯嘅，係幾多人買下嘅喎。應該 OK 嘅。然後你就會發現，你的烘焙是需要些什麼東西呢？是你平時不會去想的東西。就比如說，我們有一個架子，因為平時我們如果是在家裡放的那些置物架，可能就是普通的就好嘛。我們從來不會放那種要放50-60公斤豆的一個架子嘛。然後他就去買了一個架子，我還有意見，我就說，這個架子它是藍色、黃色這樣子的，我覺得沒有美一點的架子咩？點解啊？因為好多烘焙師都係用呢個顏色嘅，有全白嘅，但係全白係真係特別版先有得訂嘅。然後他們的承重力也是有一些不一樣的，有400至600 kg 嘅可以，所以都唔錯，真係。是真的，就是在你需要開始一件新的東西，你會學很多東西。講真的，過程又痛苦又覺得很有成就感，是真的，但真的很累。雖然真的是一個比較簡單，就比起很多的那種大生意來說，已經算是一個很小兒科了。但對我們來講，剛剛開始的人來講，就是好多東西要學啊，真的。但係每一次搬完嘢同每一次即係完成咗一個 task 嘅時候，你就會即係雖然會發下吽豆啦，你有冇叫發吽豆嘅？好似我就很想要打瞌睡。有一種呆咗嘅感覺嘅時候，呆完之後個滿足感其實幾大嘅，因為會覺得即係就算你好攰都好啦，你會覺得好似係屬於自己嘅中意嘅嘢我慢慢培養到小 BB 啊嗰種感覺。但係咧，我朋友咧都為我哋擔心一件事嘅，就係兩公婆一齊做嘢會唔會嘈？係會嘅。其實這2個月呢，我們已經吵了很多次架，大大小小，但大家不要擔心，我們都有和好。但是真的很容易吵架，尤其是你在有點那種休息不是很足夠啊，又有很多那種很瑣碎，我覺得最難是很多很瑣碎的事情要你解決的時候，然後對方有時候會遲點給你反應的時候，你真的會，尤其是我啦，就會覺得快啲得唔得，快啲俾我一個答案，快啲！決策上嘅嘢，係真的會這樣子，很容易吵架，係咪？你唔爽我嘅地方喺邊度啊？講下。我唔爽。其實一般上我都唔會點發脾氣嘅。我有好多時候係即係唔係講咖啡啦，唔係講做呢一個生意咁啦。一般上我會發一下脾氣嘅位就係影響咗我裡面嘅 fantasy，即係裡面，因為我一般有自己嘅諗法嘅時候，我係譬如你有你嘅中意嘅嘢，我有我中意嘅嘢，我係覺得你中意嘅嘢好好啊，就算未必我中意嘅時候，我都會覺得你中意嘅嘢好中意就得㗎啦，我會好接受。但係如果佢好中意嘅時候，
佢將佢嗰套要塞到你嗰度係啊，塞落我一定要做，然後俾一個即係一定要唔或者我一個唔好，或者俾一個唔即係總之打破咗我嗰個 Wonderland 嘅時候，我嗰下我就會覺得好似喺嗰個位我就會有反抗咯，有嗰種感覺。但係咧，我嘅出發點就係我係為你好。OK， 我知好多人好唔中意聽到我是為你好呢句説話，但係咧我都係吸取經驗嘛，我都係去問下朋友啊，朋友係咁講，因為佢哋有經驗，我先同你分享嘅。但係你唔中意 ，OK， 我會嬲一下，我會生氣一下，但是兩個人做東西嘛，你怎麼樣都要拉回一個平衡點，你不可能只是一邊倒，就是我喜歡這樣子啊，我就要這樣啊，又不可能這樣子，所以還是要拉回一個平衡點。我嘅平衡點就係令盡量配合佢嘅諗法咯，但係我用我嘅模式去做嗰件事咯。即係只要嗰件事唔係影響咗，譬如我嘅美感或者我自己覺得咁樣做對我嚟講係好 art 嘅，好 fantasy 嘅，對我嚟講影響唔到嘅話，我會完全滿足晒佢嘅，然後用我嘅方法去做啊，或者滿足完佢之後再做埋我呢個方法啊，或者兩個方法都做咁樣咯。但係如果一定要逼我一定要做一個方法，譬如好似你一定要食榴蓮啊，你食榴蓮健康啊，我頂唔順，因為每一個人唔係覺得嗰樣嘢一定好。好，你開始埋怨我啦，聽到啦，唔聽到嗎？大家聽到嗎？有啊。我係純粹講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嘅喜好嘅時候，嗰件事只要唔影響個 fantasy 嘅話 OK 嘅，我係願意接受唔同嘅。我覺得咧，我而家咧好似微微聽到有啲夫妻你笑緊我哋啦。還好啦，你哋等住啦，更加多嘅挑戰嚟緊噶啦。一般狀態下，其他嘢其實冇乜嘢嘅，即係。好啦，我在想呢，所以有一起工作或者一起做生意的一些夫妻朋友呢，可能可以給我們一些意見，怎麼樣可以盡量的不吵架，或者是達到最好的共識呢？歡迎在無論是這個 Spotify 也好，還是 YouTube 呢，都可以留言給我們。而家變咗由咖啡事業變咗如何成為一對好夫妻。係啊，點解可以拉一個 balance 啊？歡迎睇下一集。冇啦，唔好下一集。下一集之前咧，同大家講，所以咧，我哋咧就開始咗呢個賣咖啡豆、賣咖啡粉的生意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喜歡喝咖啡，或者是你剛好要開咖啡，你有想要需要這個咖啡供應的話呢，歡迎找 Nestle Roastery， 可以 DM 我們，或者是去到他的那個 IG Nestle Roastery 去DM 他。OK， 那當然就是祝福我們生意興隆了。我們生意興隆呢，就代表什麼？代表我可以把這個 podcast 做得更好，因為更多資金的投入嘛。你知道 podcast 是真的是花錢的東西嘛，所以還是請大家多多支持我們啦。OK， 仲有咩嘢要補充啊？仲有咩補充啊？係啊。大家多多支持啦嚇！係啊，中意飲咖啡嘅人記得我哋啊！講下有一個總結嘅，你覺得咧呢條咖啡之路，如果係一粒橙嘅話，佢係咩啊？佢係咩感覺㗎？咩味道㗎？佢係 fruity 豆定係 nutty 豆嘅味啊？我可唔可以唔用味道嚟形容啊？好啊，你講啊！如果佢係一粒橙嘅話，佢係一粒你會可以原來可以開花結果嘅橙喎嘅感覺，會令我覺得係咁。佢好有希望嘅橙嚟嘅。即係你會覺得佢唔純粹係粒橙嘅，原來佢你眼睇落去好似好簡單，其實裡面充滿咗熱情啊，充滿咗變化。你切開呢粒橙之前，你都唔知佢係入邊係咩嚟嘅。係啊，咁嘅感覺。啊，冇錯。OK， 咁今日就好多謝 Nestle 李生啦，李氏生飛，生意興隆，我們下期 podcast 再見，拜拜。